嗨，欢迎回到99的沙巴漫游频道。那这一期就跟大家聊一下我所看到的，就是如果孩子能够考进独立中学的话呢，就不要去国际学校。那为什么呢？我会分3个大的方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刚才我其实是跟一个上海来沙巴雅比陪读的爸爸聊天，他的女儿呢是进了建国独立中学的初中部，我就有问他女儿现在还习惯吗？他就说现在女儿每天回来都开开心心的，已经融入到班级里面去了。那他的女儿呢已经开始负责班上的一些主持的活动。他说之前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根本不敢想象，因为他觉得他女儿非常的害羞，就不敢上台讲话。但是现在他能感觉到他女儿就是更加开朗了，而且现在也有很多本地的朋友。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呢很多家长为了逃离内卷，纷纷送孩子来马来西亚读书，但绝大部分的家长都是选的西马的国际学校。因为的确西马国际学校他们的各种设施啊，还有教学的水平啊都挺不错的，而且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又比中国的国际学校要便宜很多。但是我觉得更好的选择，而且是绝大多数家长都不知道的选择，就是来到东马这边读独立中学。一样是可以办学生签跟陪读签，但是学费呢一年大概也就1万马币左右吧。第一年是需要交一个建校费，大概也是在1万左右，但是这个费用就比起你读国际学校就3万起跳的这个费用要低得多得多。那我们所遇到的中国的家长呢，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他们只知道国际学校，就并不太清楚马来西亚的教育系统还有其他什么样的选择。如果问10个中国家长，可能有9个半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独立中学。那其实真正的马来西亚华教的精髓就在独立中学。但是99%的家长呢，也不知道沙巴这边有5所独立中学是可以收外籍生的，其中还包括了东马排名第1的崇正和排名第2的建国。虽然我在我的频道里面有很多的介绍哈，但是我还是要不厌其烦的，每过几个月呢就要出来推广一下独立中学。因为我老公就是独中毕业的，所以呢，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独中生的闪光点，而且这些闪光点我觉得是很难在其他学校，包括国际学校出来的毕业生里面发现的。那不知道独立中学的家长呢，我就快快的简单介绍一下。可能大家都有刷到过马来西亚的族魂林连玉老先生，然而唯有他被誉为族魂，也就是民族之灵魂的意思。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大马的华文教育，甚至因此被政府剥夺公民权，落得凄惨的下场。可以说是没有他，也许今天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就不复存在了。而他就是林连玉先生，他就任独中董总主席的位置8年之久。那董总是什么呢？就是制定独立中学课本啊、考试啊、教育方向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在1961年的时候，马来西亚发生了一次教育改革，也就是大马的政府呢是逼着所有学校要改制，主要就是华文学校不能用母语来教学，要统一改成马来语教学。但有一部分学校呢就妥协了，就变成了现在的国民型中学。但有一部分学校呢就没有妥协，那就变成了现在的独立中学，是完全自负盈亏，要依靠华人社群捐钱来运营。当时的林连玉老先生是非常强烈的反对改制，也就是坚持原本要用华语教学的学校还是用华语继续教学，不是改成马来语教学。他为了这件事情坚持了一辈子，他被剥夺了教师资格，被剥夺了马来西亚公民权，所以他为了华文教育是牺牲了他的一切。也因为有了他的坚持，马来西亚才成了全球除中国以外唯一一个有完整华文教育系统的国家。就连海外华人数量排名第1的印尼，以前也是有完整的华文教育的，但是在1965年有排华事件之后，就出现了断层。就像我们一个朋友的妈妈，她是在婆罗洲的南方共和国出生长大受教育的，她就会讲中文。但是后来她到了雅加达，出现了排华事件，她带着全家飞去了澳洲，所以我们的朋友她的中文是能听得懂一点点，但是完全不会讲，那就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断层。但是你要知道，一旦断掉的话，你就很难再把它给续回来。因为中文其实学习起来的确是比英文要难很多，
那再讲到马来西亚的独立中学呢，它现在是由3语教学的，华文、英文还有马来文。其实马来文的占比是最少的。但东马的独立中学呢，它的英文的占比，英文教学的占比其实是蛮高的。就像崇正中学，他们是可以完全不用考中文，你用英文都能去考 UEC， 也就是读中统考来毕业的。当时我听到的时候呢，我就松了一口气。就像我们家2个娃都是香蕉娃，他们在美国长大受的教育，尤其是我女儿，虽然我在美国的时候给她狂补恶补中文，但是来到马来西亚，她的中文水平还是跟这边的孩子的中文水平差太远了。那我也不可能把她带回中国去上课，因为本身就已经很卷了，会把她逼疯，也会把我逼疯，所以我是不会选这条路的。那其实马来西亚这边的小学呢，孩子就已经是3语，随时转换。因为我们在外面看到邻居的小孩就跟他对话嘛，讲中文他就回中文，讲英文他就回英文。虽然我不会讲马来文，但是我相信如果我能讲马来语的话，那他肯定也是回我马来语。就是这种神奇的3语切换能力啊，是基本上每一个华小的学生都能做到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父母是决定要出来的话，能够早点来就不要拖，因为孩子学习语言最佳的年龄就是小学。那我所看到的读中的第一个优势就是课程的设计，不但是3语教学，数学它其实教的程度也蛮深的，数学、科学都是用英文教学的，至少沙巴这边是这样子的。而且它的课程设计是非常多元化的，是我见过最全面的一个课程设计。高中要分科，有选商科的，有选理科的。理科的话，化学、物理、生物这些全部都是用英文上。那如果选商科的话呢，会学到会计 bookkeeping、经济还有商业，也就是说这些原本应该是孩子到大学才会接触的课程，在中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接触到了。那我老公选的是商科，所以他在做生意这方面就比我更加敏锐。就比如说我可能只能看到未来的3步，他可能已经看到未来的10步了。虽然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么远，但是我觉得他这些能力也是，他其实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是我觉得读中的教育又给他加了一些知识的储备。那马来西亚只有63所独立中学，大约有8万名学生。由于读中呢一直以来都是要靠自己的，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也有很强的要靠自己的精神。马来西亚人呢都知道读中的存在，但是在西马那边，由于读中的名额本身就已经不够分给本地人了，所以他也不太愿意把这些名额让给外籍人。那好在东马本身人口就不多，所以学校还是有名额。在沙巴我们已经帮助了很多父母来考察学校。其实有时候呢，听到西马那边的人去宣传那边的国际学校，然后就说东马的教育不行啊，我其实挺心寒的。他们其实完全没有了解过这边的教育有什么样的选择。真的是很可惜，这个资讯没有什么人知道。我看在国内的留学中介一直都在推广马来西亚这边的国际学校，而从来没有触碰到独立中学。为什么？其实也很简单嘛，因为独立中学学费那么便宜，人家也不可能给你什么中介费，而且好的学校根本不需要给任何中介费啊，他们推广了没有任何意义。没办法，一切都是看钱的。因为我之前都问过我们的补习老师，是非常专业，他曾经补习过2个上清华的孩子，他就建议大家还是去选 UEC 读中统考，不要选 IGCSE。 为什么？因为你 IGCSE 毕业了之后，你还要再花2年的时间去读 A level， 同样的时间，那 A level 可能还在读的时候啊， UEC 毕业的孩子已经申请到大学去上大学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走 IGCSE 这一条路的话，你是会比读中统考出来的孩子要慢1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道德教育，它是贯穿了马来西亚基础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我儿子现在2年级，几乎是每天都有道德课了，然后姐姐也是5年级，也是几乎每天都有道德课。到了读中呢，1个礼拜也是要上2堂道德课。那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就有分享，我看了那个道德的那本书，我真的是觉得哇，马来西亚的道德教育的课本其实网上面你一搜就搜到了，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面，都是免费可以在网上面看得到的。
真的编写的太好了。我看了一下姐姐的5年级的课本，里面有破窗效应，有见义勇为，有诚信无价，有勤奋星球，有守望相助，有中庸之心，有礼让之诚，几乎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纯粹的道德教育。而且我看到每一本道德教育的前半部分都有很长的一段章节是去了解各种不同的宗教，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各种宗教融合的地方，如果大家互相不了解，就很容易踩红线。所以你看这神奇的地方哈，以巴那边就2个宗教在竞争，那么多的战乱，但是马来西亚有这么多的宗教，但很少有出乱子的。我觉得也是跟他们从小的这个道德教育有相关，非常重视的就是互相了解，互相尊重。那讲到读中的上课时间是从早上7点钟到下午的3点半，3点半放学之后呢，就有各种不同的社团你可以选择去参加。那我们有问过建国中学的其中一个老师，他之前就是建国中学的，算是学霸级别的。我说你平时做功课要做到几点钟？他说大概5点多就做完了。那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哈，就是如果是学霸的话，你真的不需要去花那么多的时间让他去重复做不同的题，去刷不同的试题，因为对于这些学霸来讲，你可能讲一遍他就懂，而且你去考他的时候的考试就能拿满分。因为我的表哥就是一个学霸，我无论多努力都不可能超越他，我从小就有这个意识，我就不是一个学霸，所以我去卷，我去刷题真的是毫无意义。我表哥就算上课打瞌睡都能拿满分，但是我无论做多少遍我都不可能拿到满分。那我很清楚我自己就是个普娃，我的孩子也是普娃，就没有必要去卷成绩，只要他认真努力的去学习就好了。我是会鼓励孩子进步，而不是盲目追求分数。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接受信息的方法也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很多有族，就比如说马来人啊、土族啊，他们都很愿意把自己的小孩送去华小来接触和学习中华文化，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说中文。但中国人呢，就争先恐后的把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放进国际学校，孩子就会变成香蕉人。因为我家就有2个香蕉娃，其实我真的蛮后悔没有早一点搬来马来西亚。这样的话，我的女儿就是现在应该就已经是中文、英文、马来文3语的小孩了。但现在她只讲英文，但是最近因为有了华小的这些教育呢，她终于开始讲中文了。她蹦出来的第一个中文字儿就是不是看书的这样子读的，居然是辣条。她跟我说他们班里面的小孩呢都是很喜欢辣条的，只要有人有辣条的话呢，就是所有小孩都会扑过去，就开始祈求来点辣条。那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精髓呢，就在于华小跟独中，尤其是独中啊，以民间的力量来对抗同化政策，将语言教育升华成了文化生存之战。他们不仅是学校，更是华人身份的象征，也是多元文化社会最成功的案例。这种在夹缝中开花的精神和韧性，是超越教育价值本身的价值所在。